别再羡慕演员光鲜，底层演员的苦没人懂。我要不转型就没命了。因为没戏拍了，然后就干直播了。即使我每一次的试戏都拼尽全力，最终的反馈都是订了平台的人啦，或是资方的人啦，男女主公司的人啦，等等等之类的，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。李冰冰说，现在拍戏可以不要片酬，只要剧本好，只要戏好，只要作品好，可以不收片酬的，可以不收钱拍戏，只要戏好看。我是一个普通的演员，一个热爱表演的演员，然后欢迎所有年轻的导演，没什么钱的导演都来想着我。演员哪有这么好当？是没有那么好当。因为你要会演戏，如果说你不会演戏的话，你肯定当不了演员。最难过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中午没吃饭，晚上也没吃饭，然后我特别饿，然后导演还说我胖。现在这个影视行业卷的没边了，就一个那个皇上驾到啊，还有试戏，那几百个人面试皇上驾到，那个群演每天一到点拼手速抢盲盒，抢到啥就演啥。你多带几个助理，认为这就是合理的。最近不只是大陆群演没戏拍，就连明星也都纷纷失业。比如在《步步惊心》中走红的韩栋，在直播中诉说没戏拍，房贷难还。李冰冰呼吁导演只要有好戏，愿意零片酬出演。对此，很多圈内人感慨，大陆演艺圈真要变天了。当务之急是怎么活下去，有活力就行。就是大家能活着就不错了，就好好活着吧。所以有人泰山陪爬，有人摆地摊，有人直播卖货，有人直接退圈进厂打工。作为演员，今年接戏简直是太难了！北京有30万的演员失业，找个兼职，我来到泰山当陪盘。北漂14年的东北女演员摆地摊，我叫明星，但我不是明星。摆烂不如摆摊，一定要有一个靠山。靠谁呢？我跟你说，累了靠椅子，困了靠床，病了靠药，饿了靠饭，无助了靠墙。这年头靠山山倒，靠人人跑，谁都靠不住，只能靠自己。大家好，我是无戏可拍的演员江峰。昨天在群里边看到朋友的一条招聘信息，我决定去试试，可能上个班啊什么的。洗碗啊这些，我可以从洗碗开始干嘛？你后边包括你的这个挑面啊、打料，我也可以帮忙吧，学习嘛。我已经从横店搬回来了，但是我看有好多姐妹问到我说，现在推不推荐去横店，比如说去当演员呀、群演呀，或者说去那边找工作。我跟你们说，此时你不要去，千万不要去。今天又交了房租，干群演最头疼的事情就交房租了，很多群演都坚持不下去。炒饭要离开横店去厂里面上班了，今天请他吃个饭，我们在一块跑群演，真的我还有点舍不得。送君千日终有一年，以茶代酒干一杯，要么越来越好。短剧演员职业直接退圈，去厂上班。现在我上班了，我的工作内容还是拍 vlog， 发布会前董事长投球流场面 vlog， 厂长镇守车间的 vlog， 张总坚守品质 vlog， 经销商培训 vlog。从拍我一个人 vlog 变成帮大家伙拍摄账号了。豆芽2块，这么快？2块。哦，好。又涨了是吧？地铺钱又涨了。豆芽便宜了，真便宜，真好吃。正式复工。前段时间我青岛的夜市升级改造，暂时没找到新的夜市，所以就先回平度了。今年横店很多人都没有催工，演员。不仅是横屏少了，竖屏也少了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大家一定会很难过的。演员这个行业已经快凉了，现如今我找戏拍早已经不在乎给多少钱了，只是为了让我自己记住我还是个演员，我这个为之奋斗了13年的头衔别丢了。很多人问我，影视环境已经这么差了，为什么还要坚持？这个问题我也问过自己，可那个答案它依然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。有人梦想开一个饭店，有人梦想做一个家具品牌，而我的梦想就是想成为一名演员，一名观众看了能记住的演员。横店短剧彻底崩盘了，不是很重，是直接8天。官方数据打脸，今年影视人是真的没饭吃。很多人怀揣演员梦，经常会问该不该去横店，有没有机会拍戏。这位女博主直言，往年的横店每天平均开机组次稳定在45到50组，每天摄影棚使用率超过90%。
但今年到现在，每天平均开机量直接跌到每天不足10组，暴跌超过80%，而且90%的中小剧组是彻底的停摆，平台更是残酷。今年短剧的投放预算，真人短剧直接被砍掉70%，AI 短剧投入则直接飙到了95%。这些数据的背后，体现的是几十万影视人的生存陷入绝境。就是去横店，结果到了之后，妈呀，历经碎了一地。所以啊，大家千万不要对横店抱有特别大的那种期待，因为当你抱的期待越大，你到了横店之后看到那种现象，你就失望会越大。今天又来拍戏了，先来挑一双古装鞋子吧。这个气味有点大，不过这也没办法，所以只能忍一下了。这上面全是苍蝇。确实，剧组的衣服都是臭衣服，这1个月都不带洗的，衣服一出汗，来回反复一股酸味儿。哎，外机想吹一下。在一部戏做了4个季，一戏拍了3个多月，做了个。这演员可怎么活呀？这真的是没戏可演，可能连一个特约的小演员都得是有关系的。反正我们那天拉完下半年剩的那些戏之后，就觉得哇，这演员可怎么活呀？项目实在是太少了，掰着手指头都能数过来。以前可能一个演员是一部戏接着一部戏，一个组接着一个组的进的，现在这样子的演员，除了是那种平台力捧的这种啊，现在基本一个演员1年能有1、2部戏拍就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。大家其实都挺迷茫的，但是顶流这个东西不好说的。就是他有可能他现在是顶流，明天他可能就不是顶流了。这个月挣的高够交房租的，连1000块钱都没有。我就干了1天服装活，其他的就拍了4天戏，真是很难呀，太难了。哎呀，你看横店到处有人住啊，这个台阶上还有人住啊。这个地方有人住，这个地方旁边那个有人住，这个地方有人住。看，就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容易的人，我的那点还就这么一点点，你知道吗？重大事情面前，我的情绪太小了，我甚至没有情绪。可能我喝多了，让我感动。我跟你说，在横店干巡演啊，没有正常人，正常人去了啊，也给你干不正常了。我是头一天干巡演的时候，演奴隶吗？人说你跟着那个大部队走，前面走，你跟着走就行了。我导演喊，哎，开始，我就瞅着个没有石头地方就走。我刚走2步啊，我旁边有小眼啥呢？我那个大兵啊，押送你的。那小子说啥你知道吗？别说话，别走！我说我说话了吗？我这不走着呢吗？你喊啥？导演喊，咔！导演过来了，你俩唠啥呢？导演告状了，你知道吗？导演，我喊台词了，他急眼了。也有演员感叹说，现在横店注册有14万的群演，如今70%以上的人每月平均进组不到3天，从以前的日薪800到1500的特约演员，直接降到300，甚至还抢不到一个角色。大部分人都在等戏，大部分人都在观望，大部分人都在焦虑。小伙伴们，我又进山来打酱油了，又演上嬷嬷了。不过这个时间能有戏拍就不错了，还挑啥，对吧？我这天天在群里面刷通告，也能明显感觉到戏好少，然后吧，价钱还低。在横店的夏天演皇上真的不是享受，这是大型的蒸桑拿现场，里3层外3层的龙袍直接焊在身上，仗着自己身体过硬，还能咬牙坚持住。但其他的演员就指不定了，因为演大臣的同行直接当场热倒晕厥，把我们所有人都吓坏了。不只是演员难熬，跟组的摄影师、灯光师、服化道，今年也有90%的人没有接到工作。有圈内人爆料，他们3到5个月都是零工作、零收入。中小制片、副导演要么公司倒闭，要么跑遍人脉，都拉不到一个项目。
所以说，以前灯火昼夜通明的东方好莱坞横店，现在90%的拍摄棚都在吃灰。为什么这个行业突然就不行了呢？有人说是因为烂剧太多了，透支了观众的信任；也有人说市场不缺观众，缺的是诚意内容。虽然官方宣称中国影视产业近年蓬勃发展，但现实却是面临严重的结构性与创作问题。核心痛点包含审查制度严苛，导致题材受限，过度依赖流量明星，忽视内容品质，以及抄袭、粗制滥造与数据造假。这些因素严重压缩了优秀创作者的生存空间。要知道，在中国大陆，一部传统影视剧要走上电视、电影院的屏幕，需要走过漫长的审核流程。近年审核更是进一步收紧，尽管官方并未说明到底严控到什么程度，每一年有多少数量额度允许电影、电视剧通过，但从业者的共性结论都是太难了。影视剧审核如此之严格，但却没有任何标准。一部剧能不能拍不知道，拍完能不能过审播放不知道，而且完全没有标准。行不可知则微不可测，没有标准才是最可怕的标准。一部剧投资几千万，一句不符合标准，就可以让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和几千万的投资付诸东流。我发现就是现在的一些影视作品完全是没有办法看的，你会发现他们都是大型的越界现场，就是完全没有边界的一个状态。比如说男主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国外的一个游戏设计师，然后回来想要在国内找工作，女主竟然帮他去找工作。像男生这么在行业内这么有名的设计师，他当然知道哪个公司好，哪个公司适合他，哪个公司不适合他吧。女主竟然插一脚进来帮他找工作。我发现我们国产电视剧啊，这2年拍的太烂了，特别那个家庭伦理剧这种电视剧，而且我感觉那个导演和编剧是个懂当人牙人，他们只会拍出轨离婚，离婚了又跟小三好上了，小三了最后又跟原配好上了啊，反正关系拍的很乱很拧巴，看着都很别扭。真的是人才啊，拍这种电视剧啊有什么用啊？你学些老外嘛，拍那些恐怖片、科幻片、侦探片啊，人家拍的质量特别好。我们国产电视剧，特别伦理剧，只会拍这种，然后导致现在的很多人离婚率特别高。最能证明现在新剧烂的，就是现在的年轻人，包括我啊，都是在刷以前的老剧。你甭管是吃饭、睡觉还是上厕所，就真的看不进去。尤其是那个磨皮滤镜，真的是让人觉得厌烦啊。所以朋友们，你最近有什么下饭搭子的神剧吗？给我推荐一下吧，或者还是说你在刷老剧？也有网友说，现在的国产剧基本上都是在宣传党性，没有人性，剧情中甚至还要出现洗语录，让人看到无语。所以说，不是某一环节出了问题，是整体都有问题。再加上资本和平台唯流量论，用数据来做剧，更是加速了覆灭的过程。看看以前的港剧，布景非常假，但就是好看。以前的剧还贴近生活，让你觉得真实。但国产剧呢，剧组拍摄前多是要先考虑回报，找有背景、有流量的演员，而很多这样的演员又经验不足，缺少演技。如此一来，很多导演就进退两难。再加上编剧门槛越来越低，台词剧情很多都在瞎写，也因此许多观众宁可把时间花在已知的高品质作品上，也拒绝浪费时间看新剧。大家怎么看呢？欢迎留言讨论。好了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